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新的一年呢，我知道很多人的新年愿望都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呢，就有了我今天的这一期视频，想跟大家盘点一下我自己认为很好用并且很良心的10款学习的网站。友情提醒一下啊，这期视频可能会很干，所以呢，无论你能不能看到最后，都麻烦先点赞收藏一下。当然呢，也欢迎你点击关注我的频道，并且把我这期视频分享给需要的朋友。第一款 EDX， 其实呢，它就是慕课的一个课程运营平台。那慕课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2008年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一些世界一流的顶级高校发起的，将自己的课程呢放到网上，供更多的人学习而产生的这么一个课程学习的平台。这些高校呢，并没有自主的运营课程分享的平台，而是把这部分的工作呢转交给了像 EDX 一样的课程分享的网站。当然，这些网站呢会有多个，那 EDX 呢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站的课程呢还是非常全面的，但是我最喜欢的呢还是这个 Programs and Degrees 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 Micro Bachelor、Micro Master， 还有 Online Master Degree 的学习。那这个呢，对于我们社畜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这个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回炉重造的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课程的费用，相比于我们真的去报一所本地的大学来说，还是非常良心的。你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在网上利用业余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完成一些课程的学习，包括是说对自己专业和能力的精进。并且呢，如果你只是想单门的学习这门课程呢，是完全免费的。如果在学习完这门课程之后呢，你还想得到这个证书，你才需要交钱申请，并且需要按照它的节奏呢完成它的课程作业或者是考核。第二款 Coursera， 世界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和 EDX 一样，它也包含了很多一流顶级大学的系统课程，同样呢也有 degree 的部分。不同的是呢，我会觉得 EDX 它在学科方面会更加的全面，与之合作的大学呢也会更多更全面一些。而 Coursera 呢，它跟 IBM、Google 等一些大公司呢有密切的合作，所以呢它包含了各行各业最前沿的知识，会有大量的技能提升类的课程。同样的呢，这个网站也是可以免费旁听所有的课程，但是如果你想获得课程结业证书呢，需要付费申请或者是申请奖学金去抵用。第三款 MIT OpenCourseware， 当我发现这个网站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简直是史上最良心的网站。它呢是麻省理工学院官方开办的免费学习网站，课程和学科都非常的齐全。当你搜索任何一个学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所有的课程列表，包括课号都明明白白的标注着。那进入课程呢，它的内容呢也非常的齐全，它包含了课程的视频、笔记、参考书籍列表、课程作业、考试分析，而且呢，所有课程的资料包呢都帮你打包好了，就等着你下载。很多课程呢，它会连课程的时间表呢都贴在那边，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是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一样。所以这个网站呢真的是强烈推荐，包括呢你如果搜索 textbook， 你还可以找到他们每一门课完整的教科书，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如果说 EDX 和 Coursera 呢还有一些商业运作的成分，就是你听他们课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课是我知道这个课是要录出来，是要卖钱的，所以我呢有一些演讲的和不自然的成分。那么 MIT 的这个网站呢，它所有的课程呢真的是网课界的绝对纯天然。你会发现他们的录制现场呢就是每一门课的课堂上，非常的真实。老师除了会在课前呢提醒学生说，我这堂课是要录音的，所以如果你们不想被录下来呢，就麻烦不要坐到教室的正中间。那其他的呢，就跟你在一个大学课堂上上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真的是感谢科技的进步，感谢互联网的发展，让我这个学渣呢，居然可以跟 MIT 的学霸呼吸着同样浓郁的学术气息。第四款中国大学慕课，总算是到了中文的部分。同样呢，也是 EDX 的模式，大部分课程呢是可以免费听的，但是如果要获取证书的话，需要申请并且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个网站呢，发起于2014年，联合750所高校，包含了各个专业的国家精品课程。
同时呢，也有很多比较本土化、比较落地的设计，比如说考试不跨科系列。我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呢，觉得真的是海外留学生的福音啊！可惜呢，作为一个中年人，我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英文也不是很好，专业课呢完全不懂，所以呢，很多时候不得不从国内买一些中文的书过来看，理解一下基本内容，然后再用英文学一遍。再不懂的话呢，就中文、英文再来一遍，反反复复的去看、去理解。如果那个时候有这种拐杖式的网站呢，我相信我的留学生活也不至于过得那么的痛苦。第5款学堂在线也是类似的一个中文慕课平台，是2013年由清华大学发起的。当然也是类似的慕课模式，只是各学科的课程设置和占比有所不同。顺便说一下，中国大学慕课和学堂在线这2款网站的 APP 也特别好用。那说完学院派的网站呢，下面就要说到我们考证需要用的，或者是日常工作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学习技能的网站。所以第6款网站呢，我要推荐的就是 Udemy。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网站，这里面呢就包括很多价钱也不算很贵的小微课程。跟学院派相比呢，这些课程的灵活性就比较强，因为我们知道工作中呢很多软件呢或者平台呀，它需要学习的知识其实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它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当然了，你学起来也很快。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这些技能培训式的网站来帮助你。第7款 Codemic， 我觉得这个网站呢，真的是程序员或者是想成为程序员的小白的福音。大家知道啊，像编程这种技能性的知识，如果你不去运用的话呢，就很快会忘记。但如果你学完了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呢，那你又没法运用。所以呢，这个网站呢就非常的贴心，对于不同的语言种类呢，它都给你安排好了学习的难易程度以及呢落地场景。就比如说这个 JavaScript 是初级的，是给你运用在前端还是后端还是全站还是游戏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更贴心的是呢，你学完之后可以用这些语言做出的 project， 也就是说做出的产品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了供你选择，这才是真正的以应用为导向的学习。毕竟嘛，能应用起来的知识才能存在你深深的脑海里。第8款 CSDN， 据说呢是最大的国内的程序员的交流平台。那这边呢，除了有课程，还有直播，还有一些视频，还有一些同行的分享。在这边呢，你可以更好的找到行业的趋势，以及学习更多的前沿的科技。第9款 iMOOC 程序员慕课网，这个呢也是一款很硬核的 IT 从业人员的学习网站，有着时下最流行、最前沿的精品体系课程。好啦，说完前面9个，那最后压轴的呢，当然是我们的大 YouTube 啦。其实呢，包括 YouTube， 包括 B 站，在很多人的眼里呢，还是一个娱乐型的视频分享网站。但是我会觉得呢，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发现，在 YouTube 上呢，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能、有用的知识，包括有用的系统的课程，并且呢，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在 YouTube 上学习知识、学习技能呢，给我的感觉会更好一些，会更没有压力一些。因为首先呢 ，YouTube 上的这些 YouTuber 呢或者 UP 主呢，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就像你的一个同事在教你一些知识。其次呢，我会觉得很多学院派的课程呢，它会有很多前置的内容，就比如说你学一个 Python， 它会教你说这个东西应用场景有哪些，为什么要学，因为这个东西有哪些成就。那在 YouTube 上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绝对的植入主题。再次呢，任何一个很小的点，一个很小的主题呢，你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到相关的内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当然缺点呢，就是首先网站上的内容特别的多，你需要在众多的内容当中呢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并且呢是真正有用的内容呢，需要花一番功夫。其次呢，这些偏娱乐型的网站上面呢，都会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所以呢相对来说你会需要多花一些心力去应对你自己想要点开这个宅舞小姐姐视频的冲动。说完这些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发现了，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网站呢，我是没有放到上面来的。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 Masterclass， 原因呢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网站呢，它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还是那句话，不以落地和应用为目的的学习都是耍流氓。
现如今呢，线上学习越来越流行了，并且由于疫情的影响呢，大家也适应了这种新常态。线上学习的网站呢，包括 App 呢，也越来越多，但是有很多网站我其实是不推荐的。我这边呢就不说名字了，因为很多网站呢，它拼命的打广告，但是它其实内容是不过关的。所以呢，这里也希望大家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之前呢，要先花时间做好甄别和判断。好啦，聊完这些宝藏网站呢，我还想跟大家叨几句。其实除了这些学院派的网站呢，还有一些学习的 App 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比如说得到、混沌大学、樊登读书会。同时呢，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我自己选课的小心法。第一个呢，就是课程一定要经过打磨，就像你们现在在看我们这些 UP 主成天叨，那我们多说了几句废话，你都会关掉视频或者是快进，更别说学习一门枯燥的课程。第二呢，课程是要跟你的水平匹配的，就是我们说的你跳一跳脚可以够得到的水平。就像我自己呢，几年前学了一门宏观经济学，到如今呢，这门课还是第一课都没有学完，因为我后来会觉得说，何必这么难为自己呢？那些黑白画像的大胡子老头，他们关注的是哪一个流派的，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里就要说到第3点，就是这门课程或者是这个知识，一定是你在生活中或者在你的工作中可以运用到、可以落地的。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学习进步吧，拜拜。从前有个人关注了我，后来他发财了。